上期说到长时间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大境相挺的各大方言林立，主要可分为低地德语群和高地德语群，而后者比较占优。在近代东拼西凑下，才逐步走向规范统一标准化的德语。由于错过了日不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等的殖民浪潮，德语在欧洲以外并没有很广泛通用，却无阻其国际影响力。德语的质量和对学术价值的贡献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包括德国和其他的奥地利、列支敦士登、瑞士、卢森堡皆为西方经济重要的引擎。话说回来，虽然这几个常被视作德语国家所在地同样属于高地德语一带，他们的本土方言，比如瑞士的阿勒曼尼语、奥地利巴伐利亚语和标准德语之间，仍有不小的沟通障碍。Bayerisches Hallo? Wie bitte? Jo, mein grüß dich, ich bin der SpongeBob. Ich bin Kimmer, weil ich mein Hauskorb wiedersehen wollen. 可见呢，即便忽略北方平原的低地德语不计，高地德意志诸语都有严重的分歧啊。或许是位置背靠阿尔卑斯多山地势复杂的缘故吧。那么大的差异性，难得的是，他们依然会自认为德意志文化大家庭的一部分，某程度上的民族共识。须知啊，其他那些所谓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语之间，反倒有更高的相似度和互通性哎。现今主流认知的德语 Deutsch， 大体上是参照中部偏东的一种高地德语方言为根基，于是好多时候标准德语就直接被称作高地德语 Hochdeutsch。 但确切来讲啊，高地德语还概括很多不同的方言，而标准德语仅为当中的一员，其前身为当时经常是以书面形式存在的公文体 Kanzleisprache， 用来跨地区处理公务交流。在此基础上，中世纪晚期马丁路德的圣经译本更让这一高地德语的改良版书面文大大普及化，尤为北德一带的人们很快就接受了新教的思想和其翻译下的德文，间接性导致他们原先就没什么影响力的低地德语被取代得更彻底。相对的，传统天主教在南端的巴伐利亚、奥地利、瑞士的基本盘稳稳了，信徒心中多少还在排斥路德的德语，本土意识会比较强烈。因此，当前被公认德语说的最标准的，反而是北方都市汉诺威。他们自身的方言近乎消失殆尽，年轻人已经不会说了。书面德文怎么拼写就怎么发音，不会像南方佬一样混到其他高地德语方言。好比一个东北大妈不停把老家常用语当普通话来交谈，我们也很难懂呗。尽管奥地利、瑞士和德国分了家，也很重视方言母语，可近代规范化政治法改革仍然为三国共同参与，所以他们官方的标准德语是接近统一的。只是德国总喜欢吐槽奥地利人说的怪怪的，奥地利则嫌弃德国人说的粗野不连贯。而在瑞士，标准德语几乎仅限于书面用途，内部日常谈话主要还是为瑞士德语，专指阿勒曼尼语。题外话，法语、波斯语、土耳其语等等，就是以阿勒曼尼泛指广义的德语或德国的。至于阿勒曼尼语和奥地利巴伐利亚语为何不会被当作独立语言呢？皆因他们没有正式规范的书写体。就德语语义的角度而言，只有当一种方言成为了某区的标准语后，才能算作独立语言。总结这里，简单来个概述：日耳曼语族区划成北日耳曼语支和西日耳曼语支，后者形成了
英语、荷兰语，还有咱们的主角德意志注语，它们差异都不小，但大概可归纳为北方的低地德语群和中南方的高地德语群，统称德语。主要在以高地的书面共同语为基础，规范化成标准德语，然后按国家分成稍微不同的德国标准德语、奥地利标准德语、瑞士标准德语。看完这张图表，不知道各位对多中心的日耳曼德语史是有更深刻了解了，还是更迷惑了呢？这里也欢迎路过的大神留言补充。我是罗毅，我们下期再见。